今天来看樂高2026年新品，曾經在1966年勒芒24小時耐力賽上徹底擊敗法拉利，並且包攬前3名的福特 GT40 MK2， 也是整個勒芒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車型之一。那具體的這輛車呢，也是當年的冠軍車2號車。通過本期視頻，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它的具體表現。先看包裝，雖然零件數只有793片，但年齡定位卻是莫名其妙的18歲以上，而且個人感覺這個峰會的視角呢選的並不是很好。那彩盒背面依然是一貫的側後方視角圖，另外還有一張原型車照片。所有的零件一共是分成了6個大步驟分包，平均每個大步驟只有132片零件。拼搭手冊1本，開篇做了4頁彩圖，對原型車以及積木的設計做了一些簡單的介紹。總部數是有260部，步均3片零件。那貼紙呢是有像這樣的一小張。在新零件方面，首先是編號為6613的三角形科技面板，除了正面的削孔，在2個直角邊這一面還各有一個軸孔。另外還有一枚編號為7684的斜向連桿零件，在這輛福特上面是用作 A 柱的搭建。在新零件之外，值得一提的是，這輛賽車的輪毂不但採用了滾噴工藝，並且前後輪毂的大小尺寸呢也是不一樣的。好啦，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內部設計。這裡來看後懸架，設計師在這裡使用了66114通十字軸連接件，創建出了60度的 V 型氣缸角度。在中間並沒有使用差速器，而是直接使用了一組12:12的齒輪組來連接發動機曲軸。那這樣的設計方式呢，帶來了只有一邊車輪有動力的聯動效果。車尾排氣管，設計師通過一枚凸力把排氣管的前端稍微頂起來一點，創建了一個略微向下的排氣管角度。前懸架，設計師使用了48989作為轉向節，轉向動力通過球形萬向節進來以後，通過一枚12齒齒輪驅動轉向齒條，帶動前輪轉向，也是非常常規的設計。這裡可以看到，設計師針對車頂做了一個略微向上傾斜的角度設計。另外，手動轉向動力也是斜着向下傳輸的。在進入前懸架之前，一共經過了一組12:12的齒輪組以及2組球形萬向節。這裡可以看到前蓋開啟功能，設計師在裡面設計了一組連桿機構，通過一個類似於腳踏的裝置把前蓋給頂起來。手冊第135步有一個小 bug， 這裡是車頭逐漸向下傾斜的角度創建，設計師在這裡使用了孔壁類零件進行搭建，同時也是多點固定。這裡是車門頂部逐漸向上傾斜的角度創建。那雖然搭建方法和前面的車頂斜度並不相同，不過傾斜的角度呢是基本一致的。針對車門開合，設計師在這裡也是設計了一組連桿機構，對車門的最大開合角度進行了限制。這裡是車尾斜面的角度創建，非常細節的設計。這裡是後蓋的整體斜度設計，雖然同樣是採用了全新的創建方法，但是具體的斜度和車頂以及車門頂部呢也都是一樣的。好啦，那麼這輛福特 GT40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3-4個小時，最終的成品長度是30厘米。相對於大概4.2米的車長，它的準確比例是1:14。在外觀方面，和前幾天我們評測過的保時捷911一樣，雖然這輛車的比例還會更小一點，但是在整個外觀面上，確實也是基本看不到什麼鏤空的破面。但是如果對比同比例的42212法拉利 FXXK， 那麼這輛福特 GT40 在外觀搭建完成度方面呢，會顯得更加抽象一點。當然，也是因為原型車本身就比較復古。功能方面比較簡單，首先前蓋可以打開，具體的是通過前面提到的這個像踏板一樣的東西來進行操作，也是比較特別的設計了。那後蓋呢是整體向後打開，可以看到設計師在裡面設計了一個連桿機構，打開以後也可以看到裡面的 V8 發動機在行駛的過程中可以和車輪之間進行非常順暢的聯動。然後是通過車頂的齒輪旋鈕來控制車輛的轉向，也是比較常規的設計。最後是兩側的車門開合，測試下來呢也沒有什麼問題。那麼做完了所有的測試，大家可能也能夠感受到這輛車在整個拼搭過程中的驚喜感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尤其是相对於42212來說，更是會有這樣的感覺。當然比較特別的是車頂、車門頂部
還有整個後蓋的角度創建。設計師在3個不同的模塊上，通過不同的角度創建方法，卻實現了基本相同的斜度，也是這輛車相對來說讓我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個地方。但是不管怎麼樣，作為近期類似比例小跑車中唯一一輛沒有差速器的套裝，同時呢也基本沒有什麼其他非常特別的設計，但樂高卻是把它設置為了一款18歲以上的套裝，屬實是非常的奇怪。而且對比最近5款類似比例和零件數的套裝，這款42223也並不是零件數最多的，但是官價呢卻是最高的。單純從年齡定位來看，我們感覺作為一款9歲以上的套裝呢，可能才是更合理的。那麼大家怎麼看呢？